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小城大事1月10日定档。先不看剧情，赵丽颖的充盈感到底从哪来？赵丽颖用极致的专注与清醒，在荧幕内外释放蓬勃的生命能量。从圆脸配角到实力演员，她不断打破定义，古装顶流转身演农村媳妇，现实题材后又挑战商战女强。专业不折腾的作风赢得行业尊重，每一次亮相都是新的起点。小城大事即将开播，她的下一次突破永远令人期待。说到赵丽颖，你想到啥？是甜妹长相，还是拼命三娘的标签？这些都对，但也都不太够。在我看来，气血充足，用来形容她再贴切不过。这不仅指她荧幕上饱满的精神状态，更指向一种内里的蓬勃的生命能量。这种能量并非无源之水，它源于一种极致的专注与清醒。这劲儿不是凭空来的。早年都说圆脸演不了主角，他不信，在配角里一点点磨。你也能说他狠，拍戏摔下马背留下病根，冬天穿单衣说下水就下水。但这股子劲最根本的是他能把所有的安静和力气都存起来用在戏里。外面热闹的场合，他可能话不多，可一到镜头前，那股能量就全释放出来了。这份专注才是他真正的气血。圈里都说他人缘好，这可不是靠吃饭喝酒换来的，他的人缘是靠实打实的专业攒下的。导演觉得交给他靠谱，不用操心。对手演员知道跟他搭戏，他能接得住，还能抛回来。工作人员愿意跟他，因为他事少，专业，不折腾。拍第20条，他为了演好聋哑妈妈，提前很久体验生活，戏外都尽量不说话找感觉。这份对角色的真，就是他在业内最硬的通行证。这可能是赵丽颖最让人服气的一点，你永远定义不了她。你以为她古装偶像剧顶流了，她转头去演农村媳妇和幸福。你以为她适合现实主义了，她又演了个在商场横冲直撞的许半夏。现在她又在小城大事里变成了80年代带大家创业的女干部。她好像没有舒适区，只有挑战区。每次你觉得这该是她的风格了吧，她就已经走到下一个路口了。这种不按常理出牌，不断刷新自己的野路子，每一次亮相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她的职业生涯呈现出一条拒绝重复、不断攀爬的清晰轨迹。从古装偶像剧的顶峰到现实题材的深耕，从大女主的飒爽到小人物的悲欢，她每一次转身都在主动打破外界乃至自己过往成功的定义。她没有停留在任何舒适区，而是在一片片探索区中开拓着属于演员的疆土。这种自我刷新的勇气，让她的艺术生命始终保持着进行时的旺盛状态。观众无法预测她的下一次亮相，这种未知本身构成了她最大的吸引力。当小城大事正式官宣1月10日定档的消息传来，许多观众第一时间并没有急着讨论剧情走向、人物关系，反而把目光集中到了赵丽颖身上。准确地说，是集中在她近2年频频被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上——充盈感。这种感受并非单一来自外形变化，也不是简单的妆容、造型或镜头美学，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溢出的状态，让人一眼就能察觉她变了，而且变得更稳、更厚，也更有力量。先从表面来看，很多人会说，赵丽颖如今的面相不再是早年那种单薄、清秀，带着几分稚气的少女感。她的五官依然精致，却多了松弛与留白，眼神不再急着表达情绪，而是学会了克制与收敛。这种变化放在年代剧《小城大事》中，恰恰显得格外合适。一个扎根基层、置身时代洪流的女性角色，本就需要这样的沉稳与厚度。外形上的充盈，只是观众感知到的第一层，更重要的是表演层面的积累。赵丽颖这些年的角色路径非常清晰，她不再执着于类型安全区，
而是不断把自己放进更真实、更复杂的语境中。无论是现实题材、年代叙事，还是人物性格并不讨喜，甚至带有锋芒的角色，他都愿意去尝试。这种选择本身就意味着对舒适区的告别。当演员不断把自己推向更高难度的创作环境，表演自然会沉淀出一种不急不躁的底气。这种底气最终会体现在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次无声的情绪转折里。再往深处看，充盈感其实来源于生活经验的叠加。赵丽颖不再是那个需要通过高强度曝光来证明存在感的演员，她允许自己阶段性消失，也接受事业节奏的变化。这种对时间的掌控感，恰恰是成熟演员最重要的资本。当一个人不再被外界评价牵着走，内在就会逐渐丰盈起来。观众看到的是一种不需要用力证明的从容。小城大事之所以在定档前就引发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观众期待的并不仅是一个故事本身，而是赵丽颖如何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生命体验转化为角色的真实质感。在年代背景下的小城叙事里，人物的命运往往并不依赖戏剧性反转，而依赖细水长流的情绪铺陈。这正是他当下最具优势的表达方式。当然，也会有人质疑，所谓充盈感是否只是观众的主观投射？但从行业与市场的反馈来看，答案并不模糊。越来越多的作品愿意把重要女性角色交到他手中，说明这种变化是被专业体系所认可的。它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型，而是长时间选择、取舍与沉默共同塑造的结果。回到小城大事，在真正开播之前，我们或许无需急着给作品下结论。比起抢跑式的评价，不如保留一份耐心，等待角色与观众在时间中慢慢相遇。好的年代剧本就不该被快消式观看，而一个正处在充盈期的演员，也值得更从容的注视。最后，想对观众说的是，在追剧之外，也不妨重新思考我们对演员成长的期待。并不是所有变化都需要用经验来衡量，有些成长是悄无声息的，却足够扎实，足够长久。希望在小城大事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的命运起伏，也能看到一个演员在时间中慢慢完成的自我积累。这样的相遇本身就已经很珍贵了。粉丝脱粉真相曝光，杜话罕现发声，揭开王一博2年未进组的无奈。2026年刚开年，王一博粉丝脱粉话题就冲上热搜。这位内娱顶流已经将近2年没有进组拍戏，在95后小生2番内呆播剧统计表中显示为0。更让人意外的是，跨年晚会各大卫视争相邀请顶流明星时，肖战、华晨宇、李现等人纷纷亮相，唯独王一博缺席了所有晚会。粉丝们开始在网上发声，追星图的是情绪价值，但追王一博没有意义。这种失望情绪在粉丝群体中蔓延。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正处于上升期的艺人长时间不拍戏，事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个人纪录片《探索心境2》中，王一博坦言，工作量越来越大，让我没有办法认真去享受这个演戏的过程。他明确表示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再重回剧组找演员状态。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他为期6周的北美攀岩公路之旅，系统学习了运动攀登、传统攀登等多种攀岩技术。与此同时，他在职业赛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2020-15赛季，他参加了多场专业赛车比赛，在 China GT 上海站驾驶 OTR8 LMS GT3 EVO2 斩获 GT3 组冠军，成为首位 GT3 级别冠亚季大满贯艺人车手。这些成就背后是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乐华娱乐总经理杜化对王一博的期待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公开表示，以前特别希望他特别厉害，让我有面子有光，希望他在事业上熠熠生辉。但从去年开始，我跟自己和解了，现在对他最大的期愿是注意安全，身体第一。
双引号。在探索心境2首映会上，杜桦谈到与王一博的关系时称，他13岁来到公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超越了工作伙伴的关系，更像是家人。这种家庭式的关系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王一博能近2年不拍戏，这在内娱几乎是独一份。上一届白玉兰颁奖典礼上，王阳凭借《追风者》入围最佳男主角奖项引发争议。王一博的粉丝认为，王一博才是该剧的男主，王阳只是男配角，因此不该入围。这场争议虽然最终平息，但对王一博的演艺事业产生了潜在影响。从拍摄花絮看，王一博和王阳在片场相处愉快。问题出在剧组的申报环节。对王一博而言，他完全没必要当垫脚石，即使不演戏，他依然是顶流。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合约成为关注焦点。在传出合约到期不续约的消息后，杜桦和王一博共同出席了《探索心境2首映会。这一举动被视为对传闻的回应。杜桦在采访中表示，如今自己对王一博最大的期待就是平安健康，身体第一。粉丝们关心王一博是否会续约，本质是希望他的事业能更好。但并非所有经纪公司都允许艺人长时间休息。王一博全平台删除陈情令相关简介的举动，导致大批博君一笑 CP 粉脱粉。这些 CP 粉原是粉圈中活跃度和购买力最强的群体之一。有脱粉粉丝提到，每天只要上线便会有人不停地催促自己窃号，催促自己去买。这种充满戾气和虚假的追星方式令人疲惫。追星的快乐初衷在繁琐的数据维护和购买任务中逐渐消失。王一博并非完全停止工作，而是将精力分散在综艺、电影宣传、音乐与商务等多条赛道。从街舞节目到筹备新专辑，他正用不同方式证明自己的多栖实力。2023年，他的《无名长空之王》热烈3部电影集中上映，跑路演就占用了大半年时间。商务代言方面，他身上的大牌代言多达几十个，每个季度要拍新广告，出席品牌活动，这些合同约定的硬任务进一步挤占了拍戏时间。2022年跨年演唱会时，王一博因脸肿发胖被送上热搜，有网友直言这个脸怎么能上镜？他已经跌落神坛。但粉丝解释称，那是他为角色健身增肌导致的暂时性水肿。在纪录片中，王一博谈到跳舞和演戏都是他的热爱，但工作量的增加影响了他的表演热情。他需要通过户外探索来充电调整状态。这种坦诚反而让部分粉丝感到困惑，他们理解艺人的疲惫，但也担心过长休息期会影响事业发展。业内观察者指出，王一博选剧本变得更谨慎了。爆红后递到手中的本子不少，但团队筛选严格，类型重复的不接，质量不过关的不接，制作团队不靠谱的也不接。这种挑剔态度自然延长了作品空窗期。乐华娱乐给王一博的定位是多栖艺人，影视、音乐、综艺、商务4条腿走路，不急于用一部接一部的戏来证明什么。这种策略下，进组频率降低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其他顶流明星在不断输出作品维持热度时，王一博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曾在采访中表示，我就喜欢聪明的冒险。这句话或许揭示了他当前的人生选择，不仅仅是职业发展，更是生活方式的重塑。在追求极致曝光和话题度的娱乐圈，主动放慢脚步本身就需要勇气。王一博的案例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明星是否应该完全满足粉丝的期待？当个人兴趣与事业发展方向出现分歧时，该如何抉择？关于粉丝脱粉的讨论，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王一博身上。近2年为进组拍戏，让一些习惯用作品数量、曝光频率来衡量艺人状态的人产生了焦虑，也让外界不断放大空窗期的存在感。但当杜桦罕见发声，提及王一博背后的无奈时，很多情绪化的猜测反而需要被重新审视，
事情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在如今高度工业化的娱乐体系中，进组几乎被等同于努力上进和安全感。可现实是，并不是每一次进组都意味着成长，也不是每一个递到眼前的项目都值得接下。对已经拥有广泛认知度的演员来说，选择什么拍，往往比拍多少更重要。杜话所提到的无奈，本质上并非资源匮乏，而是对作品质量、创作方向以及个人状态的多重考量。这种考量在快节奏环境中显得格外不讨好，却并不代表消极。粉丝的情绪其实可以理解，长期关注一个人，自然会期待稳定的作品输出，也会在不确定中产生不安。但脱粉这件事本身也折射出娱乐圈长期存在的一种错位期待，我们是否把陪伴与支持变成了对艺人持续产出的隐形要求？当期待无法被满足时，失落被误读为背叛，理性的讨论也就逐渐被情绪取代。杜话的发声之所以引起关注，正因为它打破了外界对顶流一定顺风顺水的想象。很多时候，越是站在高位，选择的空间反而越窄，市场的审视更严苛，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步走错，可能就会被贴上标签。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对职业生命的负责。2年未进组，并不是停滞，而是在等待一个真正对得起时间的节点。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演员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阶段性的热度上，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在关键时刻懂得取舍的人。短期内看似消失，但如果因此避免了无效消耗，反而为后续积累了更扎实的能量。这种路径也许不符合流量时代的即时反馈逻辑，却更接近一种可持续的成长方式。对于粉丝而言，或许也需要一次角色的转换，从监督产出回到尊重选择。喜欢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参与他每一步决策，更不需要用离开来表达不满。支持的本质从来不是控制，而是理解。在无法掌握全貌的情况下，给出一点耐心，或许比任何激烈态度都更有力量。当然，脱粉与否是个人选择，没有对错。但在情绪之外，值得被看见的是，王一博并没有停止前行，只是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喧哗的路。无论是探索类作品，还是对自我状态的调整，都是他在现阶段给出的答案。他不一定讨所有人喜欢，却足够真实。最后想说，娱乐圈的节奏很快，但人的成长从来不是线性的。无论是作为艺人，还是作为普通人，我们都会经历阶段性的停顿、犹豫和调整。希望在讨论脱粉与否之前，我们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急于下结论。时间会给出答案，而尊重与耐心永远不会是错误的选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